一转眼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啊！今天啊，我来讲一个跟高考有关的故事啊，就是我当年在中央电视台做的高考舞弊节目背后的故事。我的 CCTV 系列啊，我做了2-3期之后就放弃了。今后有时间啊，我还会陆续把它捡起来啊，讲一些我在央视内部啊，也包括我采访背后的故事啊。其实我当时在央视工作期间啊，无论是央视内部啊，也包括我采访背后获得的信息，很多东西都非常有价值啊。但是当年在国内的时候是没法讲的，因为我们跟单位都签了有保密协议嘛。你因为采访获知的信息都不能自己私自披露。但是我现在无所谓了，因为我出国了嘛，而且那些信息当时啊，其实都是为什么不让我们讲呢？是因为它是未经审看的信息，它不让你播。因为你在采访过程中可能获知了很多对这个政府啊、对这个社会啊，在他们看来不利的信息，所以他不让你说嘛。但是现在无所谓了，我可以讲了啊。当然，如果他是有一天把我抓回国内啊，判我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罪，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到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呼吁啊，尽可能的把我释放了啊。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啊，发生在2013年。2013年的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新闻调查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深度报道栏目，时长呢有50分钟。我当时啊已经是微博上的一个大 V 了，所以我的很多节目啊都来自于微博上其他人给我的爆料。那个时候跟我现在在推特一样，很多每天呢这个私信里接到很多爆料信息。有一天呢，当时陕西有一个我的读者啊，就给我发来私信，他说：“王记者啊，他自己妹妹的孩子在东北今年要参加高考，他觉得非常不公平。为什么呢？他说他妹妹的孩子啊学习很好，但是就在高考之前的1-2个月，在上课的时候啊，老师在班上发卡片，发什么卡片呢？就是推销那些销售高考答案的卡片。也就是说，你只要花钱，你就能买到高考的这个标准答案。那你想想，那你再10年苦读寒窗，你比不过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标准答案呢。所以他就特别的愤怒，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一听，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选题啊！你想想，高考每年大家关注度多高啊！高考是中国寒门子弟啊实现阶级跃迁最重要的门槛。如果这个门槛的公正性得不到保证的话，在我看来，那整个社会可能最后的底线就守不住了。所以，关于高考舞弊的话题啊，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当年焦点访谈也做过不少关于高考舞弊的，就现场拍到了那个高考舞弊递纸条的过程。那后来呢，我就让他那个妹妹把他妹妹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我就跟他打了电话，他说真的，而且他还把那卡片发给了我。他说现在啊，这个高考的舞弊进步了，不再是过去那种递纸条了，是用一种电子高科技，带着无线耳机啊进考场，身上带个接收器，然后呢，考试到一定时间啊，人家就给你验答案了，你只要按照这个耳机里的声音，你就写答案就行了。我一看那卡片上的确是这么写的，那这个如果能做出来的话，那又属于高考舞弊啊，团伙技术进步的这么一个新的犯罪形式。我一看这觉得非常好，我就在我们单位报了题。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在网上征集其他的高考舞弊的信息。结果这个时候呢，又有人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在不是微信群，是 QQ 群里头兜售答案，说考试的时候之前就把标准答案给你。那我一听这也有门啊，是不是？那这也是非常恶劣的。你在考试之前就能把答案拿出来，就把卷子拿出来。一看果然还就是东北的，就是长春的，这2个地方都在一个地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信息都跟台里报了啊，这个选题就通过了。我当时啊就专门注册了一个 QQ， 加入到了那个高考舞弊 QQ 群，群里全是即将高考的学生啊，我也装成即将高考的学生，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马上要考试了，是不是？哎呀，还没复习呢，感觉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希望啊。”然后那个群主就天天安慰我们，说到哪天只要交了钱，考试前一天就给发答案。我们这个选题通过之后啊，就在2013年的6月份，我和我的同事啊就到东北了，就直奔长春下面的双阳县。我至今还记得，到了双阳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左右了。
我们一般到这种小县城采访啊，总是要选这个县城里头条件最好的一家宾馆，但这个宾馆一般都是县委招待所，我们就去住到他们的县委招待所。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至今还记得，我的电话响了，我的那个同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组的导演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你醒了吗？我过来跟你说点事儿。我说行啊，你过来吧。他过来之后，他就给我讲，他说8点半的时候，这个县的县委宣传部长给他打电话，说你们是中央电视台的吧？啊，欢迎你们来呀！你们来到这个地方采访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啊？我这同事就一惊啊！你想想，我们去的之前可没有跟当地政府打招呼啊。那这个宣传部长这鼻子很灵啊！我们头一天晚上11点钟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电话打进房间，你想想这效率。那我们2个一猜，肯定是昨天晚上我们带着这个摄影器材、摄像机啊、三脚架啊，对吧？去在那前台办手续，人服务员看到之后，当即就汇报给了县委宣传部。所以人宣传部长很负责啊，第二天一早就过来打电话问寒问暖了，而且说一会儿就来，一定要见见我们这位同事。我们俩正说话呢，服务员敲门，门一开，送来一大盘非常新鲜的果盘啊，里头既有那个大樱桃，又有桃子什么之类的啊，一看很贵。我和我那同事就相视一笑，看到了吗？县委宣传部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俩当时就商量说，这个地方不能待了，你待，人家县委宣传部长就紧紧跟着你，跟着你之后你怎么去拍摄啊？你怎么去跟那个家长去联系啊？对吧？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啊，从这个双阳县撤退到长春。我这个同事啊，就给长春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长春这个朋友啊，是他过去采访的时候认识的。他给打电话就说，他说你能不能找2辆车过来接上我们？我们当时一次出差啊，5个人，我一个出境记者，一个导演，2个摄像，再加一个录音，规模还比较大啊。所以那边派了2辆车过来接上我们。接上我们之后，我们开到了长春。当天晚上我就在一家就做大鱼的那个店吃饭。那朋友呢就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讲，他说我们知道啊，你们一般出差没什么好事啊，咱们说好，第一我们不问你们来做什么，第二呢你们也别说啊，因为我们也是体制内的啊，但是你们用车，我们全天候24小时给你们提供服务。你们做完采访之后，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哎，咱们一起，哎，开开心心聊聊天，叙叙旧，这就可以了，够哥们儿啊！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好，真的非常讲义气。第二天呢，我们就开始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把那个给我们爆料的那孩子的家长啊，从双阳约到了长春，还是我们那些朋友啊，在长春给我们找了一个他朋友的小区。那个小区呢是个别墅区，那个别墅平时没人住，就在那个房间里头，我们在那儿采访，很安静嘛，又没有人，我们就约在那里头，我们就开着车到那个小区，哎，跟那个家长碰了头，在那儿做了1个多小时的采访。当然那个家长不敢出镜啊，我们就拍了一个剪影，他就讲他女儿在那学校里头，那老师怎么给他们班上发卡片，那卡片那同学有的已经交了钱，怎么弄的，整个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路呢，我们呢就给那 QQ 群里头那个骗子啊，当时就是高考舞弊的人，给他交钱。交钱这个过程，我们在银行给他汇了8000块钱。汇了8000块钱之后呢，整个汇钱的这个过程，我们也通通都用摄像机把它拍了下来。然后我们呢就问那个家长啊，怎么去买这个设备。后来我们就让我们的摄像，乔装成一个学生家长模样的人啊，就跟那个舞弊团伙、高考作弊团伙的人联系，说要买这个无线设备，愿意给他交钱，也是8000块钱。然后他说，在这个基础上，你要1门课再交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是3000还是5000啊？我们说我们先买2门课，然后其他的如果前2门效果好，我们再交钱。好像一共交了1万多块钱，我至今记得。当时这笔钱还挺大一笔，所以我就说，在新闻调查做节目，是我在央视做节目过程中间自由度比较大的一个时期啊。我们那个制片人还就专门批了，让我们给这个钱给这个就是作弊团伙嘛。你想，人家把钱交上去给作弊团伙，他们也不可能给我开发票啊。
那我们这都得这个财务制度专门得制片人批，我们才能交这个钱呢。所以我们为了做这期节目也是下了血本了。做完这些节目之后啊，我们就准备回北京了，因为这个时候距离高考还有1个月的时间。当年的高考是7月份，不是6月份啊。回到北京之后，我那个同事呢就要整理一下我们前期拍摄的内容，先剪出来。这个时候啊，他跟我讲，他是自从到了中央电视台啊以来，说情的人来打听的人最多的一次。无数的人过来就问他说：“你们去到东北拍什么啦？啊，什么之类的啊？”我这个同事呢嘴比较紧啊，就基本没有讲。很多人就跟他讲，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节目如果不做的话，可以给钱，是吧？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同事很多啊。他说至少不下20个人过来跟他打听这期节目，所以他当时都觉得特别奇怪啊，说这期节目怎么了？我们天天也是做各种暗访节目啊，怎么这期节目这么多人说情呢？一转眼就快到7月份了，这个时候啊，我跟我这个导演呢，我们2人就商量怎么来拍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啊，拍起来跟我们正常的新闻调查不太一样。我们新闻调查一般来说很少做暗访，也就是用那种密拍设备啊。我在所有新闻调查工作期间，这是我唯一一期用暗访设备拍摄的节目啊。第二，就是你光拍到高考舞弊的过程啊，你很难构成一期新闻调查的节目，因为一期新闻调查的节目是50分钟，我们平均啊，你得采访个10-20个人，你只拍到了一个高考舞弊，这充其量是一条新闻嘛，那你怎么深入进去？这个很难，更何况你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高考舞弊的证据啊。假如说你这个时候拿起大机器再去跟当地的有关部门去采访的时候，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会分分钟找台里把这个节目掐死，你就播不出去了，你想是吧？因为对于高考舞弊这件事情，那在全国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呢，对当地来说就是个巨大丑闻呢，搞不好当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一帮教育局长全得免职，甚至搞不好抓起来啊，那你得想多大的能力去灭掉我们的节目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算拍到了，我们如果要去做这么一期新闻调查的话，可能也存在着巨大的播出风险。还没等你节目播呢，人家节目给你弄死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商量，我们打算这么处理。这一次7月份我们准备去拍高考舞弊过程的这个时候啊，他本人不去东北，他就留在北京。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呢，他不动，没人会怀疑他去到东北去拍片子去了。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拍摄的时候啊，这导演嘛是这个节目的核心呢，他不去，人还以为这节目没启动呢。然后我带着2个摄像和1个录音去东北拍片子，拍整个舞弊的过程。然后拍完之后，我们把整个舞弊的过程拍下来之后传回北京，他在北京呢把这个内容编辑好，编一个7-8分钟的片子，先在我们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把它播出去。播完之后，这个新闻就炸掉了，谁也拦不住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飞到东北跟我们会合，我们拿起大机器开始做深入的采访调查，再做成一期东方之空，再做成一期新闻调查。这是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么一个我认为非常精巧的这么一个节目播出线路吧。所以在7月初的时候，我就先带着2个摄像和1个录音就去了，他留在北京。我们这次再去的时候呢，就没有去那个双阳，我们就住在长春。我们开了一辆车，先开到考场外面。那天我还记得，我至今印象非常清楚啊。高考外面全是家长，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察呀，在现场维持秩序。那校门口就停着警车，然后呢，那警察就跟那家长就在那讲，他们自己在闲聊天嘛。他说高考这件事情说实在的，能作弊不作弊也不对，因为你作弊的话，你其实竞争的是别的县的。对不对？对于咱们家这个孩子来说是有利的。他们就在那肆无忌惮的这么讲我们全拍下来了。然后那些家长当然很焦急焦虑了，我就用手机在那些家长群里头拍摄。我拍的时候旁边就有几个警察拍我。拍我的过程中，后来我才知道，迅速就把这个照片传回到台里了，就查这个人是谁。因为当时我们这次出发的时候是秘密的，没有人知道。然后呢，高考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躲到汽车里头了。我们包了一辆汽车，就把那个所谓的作弊的工具拿出来，那一个小塑料盒，带着1个耳机装到耳朵里，然后摄像在旁边拍。
等啊，他们当时跟我们说，开考40分钟之后就可以了。40分钟之后啊，没有声音。50分钟也还是没有。等到55分钟的时候，突然耳机开始响了，然后里头就开始念答案，什么 C 呀、B 呀、E 呀什么之类的。哎，我们一看，人家这个作弊团伙有信用啊，所以呢，就赶紧用摄像机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全部拍了下来。而且我们还把答案呢都抄下来了。抄下来之后干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对第2天公布的标准答案。因为要是有一个人给你瞎报的，那你也不能证明人真的是犯罪团伙，对不对？他必须是跟那个标准答案对得上，才说明他是个作弊团伙嘛。整个这个过程拍下来，但是我这里还补充一个信息啊，就是另外一条线，就是那个 QQ 群里头的，原本我们要拍他头一天给我们标准答案的，结果到考试的前一天，这个哥们突然消失了。我至今还记得那 QQ 群里的很多人哀鸿遍野呀，说这下碰到骗子了，可麻烦了，钱损失是一方面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完全没复习呀，是吧？所以我们这2路中间等于成了1路。中午拍完之后啊，我们就去旁边那个饭馆吃饭。我们没在那个附近去吃，就开出了那个县城，在那个县城里头7、8公里的一个非常荒芜的一个小路边的小店去吃饭。我们车一启动，后面的警车就开始开动了，就跟着我们。前面一辆警车，后面一辆警车，不远不近，隔个几百米。然后后来等到我呢在那吃饭的时候啊，因为那是一条路嘛，在这条路的这一侧，300、500米的地方有一辆警车，在那一侧300、500米的范围内有一辆警车，这样呢就保证啊，我们不管从哪个方向走，都有一辆警车会跟上我们。警察也怪辛苦的，也不吃饭，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在车上等着。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们还冲我们笑。这种现象我们在国内采访的时候经常遇到啊。当时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决定，就把上午拍摄的那个内容，先派一个人送到长春，把这个内容先传回到北京，让我的同事赶紧编辑，争取当天晚上就播出。那你当天晚上播出之后，那不就是这个新闻就爆出去了吗？剩下的人我们在下午继续拍摄。结果呢，我们这个同事下午就拿到了我们上午拍摄的内容，他就开始编呐。这内容呢，就是我们1个月之前采访那个学生的家长，还有那卡片啊，这个证据，对不对？同时呢，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还有这个高考舞弊的这个过程啊，整个这个信息链就全了。播完之后啊，我给那个新闻中心的主任审，主任就说啊，他说你这个现在还在高考，你们呢，这个新闻播出之后啊，搞不好会引起震动。你等这个高考结束了，明天你再播。我们也行啊，正好第2天还可以对那答案嘛，当天晚上实际就可以对了啊。结果到第2天的时候，我这个同事呢又去找我们的主任审片子，也审过了，就决定在当天晚上的东方时空栏目播出。这东方时空啊，是我们新闻频道啊，每天晚上8点钟播出，就是新闻联播、焦点网谈之后就是东方时空。当时我们是这么计划的，先把这个片子播出去之后，然后让演播室的主持人跟我连线，因为我在现场啊，我还看到了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呢，我们当时呢没拍下来，或者是有些拍下来来不及编辑，我就在现场直播过程中给大家讲述。这样的话，整个这个过程前面7、8分钟是片子，后面我再讲个7、8分钟，一共15分钟，这绝对构成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东方时空的制片人那跟我也很熟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哥们儿，今天我们这个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内容给我往前排，越早越好。因为什么呢？10万火急，有多少人想把这个片子拿掉？他说：“志安，你放心吧，我给你排在8点25分播出，再往前面就是胡锦涛了，你知道吧？因为时政节目没法动，时政完了之后，社会新闻第1条就是你们。”我说行。8点钟一到，当时我还在长春呢。那个演播室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说：“志安呢，你就拿到电话在这等着，等一会儿这面新闻一结束，马上开始连线。”我的电话里面就响起了东方时空的那个片头曲，我就一直拿着电话。结果到8点15分钟的时候，突然我那同事来电话说节目取消了，不让播了。为什么呢？说来也巧啊，
我这个同事啊，当时啊把这个袋子送到东方时空的演播室的时候啊，他没什么事儿，他出来转一圈，正好被我们主任碰到了。主任说：“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因为我们那个新闻评论部的主任嘛啊，他说我在东方时空播条片子。他说你播什么片子啊？那你不在调查吗？我那个同事就跟他讲了，说东北一个高考舞弊的。那个我们的评论部主任说啊，就你们去拍这个呀，快给我别播了，人家那个省长、省委书记找过来了，找我们台里一直说这个东西不能播。就这样，这个节目就被摁下来了，播不出去了。话说当年那个吉林的省委书记是那个孙政才嘛，这个人一门心思想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呐。当时我们去了辽宁去采访的时候啊，当地很快就把我们这个内容啊就报上去了。据说这个孙政才啊，看到我们新闻调查去做了采访，还用毛笔批示啊，所以一定要查清楚这些人在东北做什么采访啊。结果当地就动用了非常大的警力，对我们整个在东北期间的所有的行为全程进行了监控啊。我们是事后才知道啊，比如说我们从那双阳巷回到了长春，我们秘密住进了一家酒店，我们还以为我们其实挺隐蔽的，殊不知我们住在哪个酒店哪个房间，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警察全部了如指掌。我们从酒店出去的任何一次出行，后面都有警车跟着，我们自己不知道。后来我们不是采访了那个当时爆料的那个家长吗？我们是跟那家长在那小区碰头，我们开车的时候啊，后面警车就跟着呢。我们进了那个小区，当时警车进不去，因为警察都是用便衣嘛。后来呢，他们就拿出警官证，进到小区的物业室，调出了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监控录像，看我们进了哪个房间。再后来，他们把当时啊一直给我们开车的当时我那同事的朋友就给叫过去了，盘问，说他们都去干什么了？你看到了吗？我们当时就说不告诉他们，人也不问，他们说真的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干什么。他只是用一下我们的车啊。就所有的警方对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监控程度啊，是我所有的采访过程中间啊前所未有，没有遇到过的。所以啊，想起这期节目啊，真的是非常遗憾了，就差10分钟。假如说我那个同事啊没在演播室外面晃的那一圈，被我们的主任看到啊，这节目也就播出了。一旦要是播出啊，肯定会成为一个全国爆炸性的新闻，因为当时用这种手段进行高考作弊的啊，此前媒体还没有报道过。但是啊，我当时也留了一个后手。我在第2次出发啊去东北采访的时候呢，我就给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打了电话，我说哥们儿，我手上有这么一个料啊，因为我知道我这次出去采访呢，有很大的可能这个节目播出不了，你愿不愿意一起做？做的话啊，有个前提条件，假如说我们能够采访成，你呢就在我们播出之后再播，可以吗？假如说啊，我们要节目被灭掉了，你就接着我们的手继续做采访和调查。他同意了。所以啊，就在东方时空啊灭掉我那期节目的那个晚上，他赶到了东北。我就把当时我们采访到掌握的所有的信息都交给了他。后来他就在当地进行接力调查。几天之后呢，他们在南方都市报做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答案在空中飘》。但是啊，他的稿子刊发之后啊，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啊，王老师呀，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播出了啊，但是没有上网，领导指示不许上网。但是不上网，在那个时代就很难形成影响力，因为南方都市报虽然影响比较大，但毕竟是一个西南那一个领域啊，这么一个区域性的报纸，所以呢，虽然他的节目播出了啊，但是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但假如我们东方时空要是播了的话，那会形成全国的滔天巨浪。所以啊，这期节目没播出，对我来说啊，非常非常遗憾。事隔多年之后啊，我还一直保留着那个当时我们花了8000块钱买的那么个作弊工具，一个小小的塑料盒。后来在辗转多次搬家的过程中间啊，搞丢了。我今天为了做这期节目啊，我还专门调我当时手机拍摄的内容，但是因为我有2部手机啊，当时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密码记不清了啊，
所以呢就调不出来了。然后呢，我去查了一下我那个云盘上，就是苹果手机的云盘上好像也没有了，所以非常可惜。其实我当年的手机里呢还保存着我在那个学校门前所拍摄的那些视频，也包括那个作案工具都在那里。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